大家好，我是阳明交通大学资工系的彭文志老师。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探勘金融消费资料与客户消费行为的预测与个人化电子广告标题的生成。那这是跟帅宏汉老师一起合作的成果。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 framework 的话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 offline behavior 的 mining， 从 purchase 的 data set 来。那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话，着重点在于消费行为的预测。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一个 headline 的 generation。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会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和 deep learning 的技术，自动化的去产生使用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个 EDM 的 subject， 然后使得使用者可以去做点选的动作。那所以首先我先来去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一个部分 offline behavior mining from purchasing data。好，那各位所看到的目前的消费行为，透过了很多不同的行动支付工具，那可以很轻易的去做消费。那这些消费行为的记录包含了时间的资讯、类别的资讯、地点的资讯、金额的资讯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所统称的消费行为的资料。好，那透过这些消费行为的资料，在我们的第一部分的方法里面，我们会去建构使用者在这些类别上、消费行为上的一个轮廓，那这叫做 user 的 profiling。那第二部分的话呢，除了这些 user profiling 以外，我们想要去建构一个 model。那这个 model 呢，可以去预测未来使用者的一些消费行为。我们希望能够预测这个使用者在什么时间点，好，那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消费哪一个类别，以及花了多少钱在那个消费类别里面去做消费。那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呢，是发表在 ACM WSDM 这个 Top Conference。好，那这个研究的问题的定义呢，就是给定使用者的消费行为的资料。那这个资料里面呢，就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包含了空间、时间以及 category 以及它的 payment 这样子的资讯。那我们想要去预测消费者在未来的时间区段 FT 它有可能的消费行为，包含了它在哪个区域，然后呢消费的 category 等等的资讯。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要提出来，如果要去解这个问题的话，它有一些难度。那包含了使用者的消费行为其实是蛮复杂的。那我们必须要同时考量空间、时间、payment 以及 category 的这4个面向来去做考量。那这问题的复杂度是蛮高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消费的模型它是具有可解释性的，它不是一个黑盒子。那第3个难度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提出来的 model 它能够应付 huge number 的 user， 在 scalability 上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做行为的预测。那所以呢，我们在所提出来的方法里面呢，它是一个几率图论的模型，那同时间考量了空间、时间、payment 以及消费类别。好，那诸位所看到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出来一个 framework， 那在这 framework 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因子。U 的话就代表使用者 ，W 的话是代表时间的因素，包含了 weekday 或 weekend。P 的话呢，就代表说它的 payment 的情况。R 和 C 的话呢，就代表说消费的区块以及消费的类别。那右上角所看到的 T， 好，那就是代表说我们可以从中去找出消费行为上是否有存在了一些周期性。好，那从这个周期性呢，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出来消费的轨迹是否也存在一些周期性，可以被我们探看出来。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 parameter 的权重，分别对这些空间、时间等等因素去做加权的作用，所以可以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所提出来的 model 它是可以有解释性的这样。好，那在我们所提出这个 model 以后呢，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应用在实际上的场域的这样。那如果这个公司想要去做一些 campaign， 那这个 campaign 通常会告诉你时间与地点。那根据我们所提出来的 STPC PGM 的 model， 我们能够推估可能的潜在客户。那有了这些潜在客户的名单以后呢，
各位就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以对这些潜在的客户再更进一步的发送一些优惠的讯息。那这也是这些优惠的讯息就会凸显在我们的第2个部分的技术亮点，去产生的 EDM， 然后还有它的 EDM 的 subject， 使得使用者呢能够进一步的去trigger 他们去做消费的行为。那这边的话呢，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 model 跟既有的方法去做比较，在各种层面上，他们的我们的方法都是优于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好，那在这边 Task 2的话呢，根据我们的消费轮廓，我们可以针对使用者去做分群。那各位所看到的是 Type 2这一群的人，在消费行为的预估上是非常准确的。那理由是因为 Type 2的人，他拥有的比较多的消费的行为的资料，而且呢，他在消费的类别以及消费的一些 category 上，相对于其他的客户群组，它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乱的这样哈。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的消费的群组呢，其实表现上都是还不错的这样。那诸位所看到的是针对不同的消费的群组还有客户的 segment。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对它的参数去做最佳化。那这各位所看到的就是最佳化的结果。那最佳化的结果呢，推估到最后，它的 model 的预测精准度都被大幅度的提升，这样。那在这张实验的成果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的方法在训练上对应于其他既有的研究成果，它的表现还不错。好，那如果能够同时 parallel 去执行这个 training 的结果的话，那我们的方法它的表现是最好的。好，那这张 task 5的话呢，是要跟大家解释，今天如果有一个店家想要去做一些 campaign， 那根据我们所提出来的方法，如果要提出100个人的话，我们的方法大概会猜中64个人都会在这个店家去做消费的动作。那这个精准度呢，是远远超过过去的方法。好，那所以以上是第1个部分的一些成果。第2部分的成果就是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 trigger 这个使用者他去做消费。那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去产生所谓的个人化的 EDM。好，那各位也知道 EDM 的发送的话，我们不希望这个 EDM 是打扰使用者这样哈。那我们希望这个 EDM 它在 content 以及在 EDM 的 style 上是能够符合使用者的喜好，让使用者可以进一步的去观看这些 EDM， 甚至去 trigger 去做消费的行为。所以我们提出来的 model 呢，就是叫 TMPST 这个 model， 它是一个 soft template base 的个人化 EDM 的推荐哈，就是从这个 template 里面呢，我们是透过 deep learning encoder 和 decoder 的架构，把过去所看到文章的 template 好，把它抓出来。那抓出来以后呢，我们还更进一步的去考量使用者过去的点选行为，然后从中呢把过去使用者的点选的行为找出一些兴趣的 keyword， 然后呢把它塞到这个 EDM 的 subject 里面，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个人化的 EDM 的 subject。各位所看到的是我们实际上的一个成果，有一个百老汇的经典戏剧，然后它的一些说明，然后又下面所看到的是目前既有的 ground truth， 这样哈。那根据我们的方法呢，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的使用者，使用者1，好，那我们的 subject 是纽约必去哈。那使用者2，那您所看到的就是纽约必去的景点。好，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英文部分也有改变哈，就是 must visit 的 attraction 哈。那 user 3针对使用者3，那各位所看到的这个 subject 就把经典音乐剧这几个重要的 keyword 也放上去了，这样哈。所以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我们能够推播可能使用者会感兴趣的一些关键字，在它的 subject 里面，这样哈。那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使用者去做点选，知道这个活动，然后去做消费。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些使用者的分析。好，那根据我们所得出来的结果，有60% 的人对于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这样哈。那这边的话呢，还针对不同的面向哈，评估
我们所提出来的方法。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所提出来的方法效果上也是非常好的。好，那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的研究的成果就是从金融资料里面去找出使用者的消费行为，那建出一个 STPCA 的 PGM 的 model。从这个 model 里面，我还可以去预估未来使用者可能的消费行为。根据使用者的消费行为，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推播个人化的 EDM 的 subject。那这个 subject 呢，是非常有可能使用者会去点选，然后 trigger 它实际上的消费行为。那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Top Conference 上哈，那也有落地到实际上的场域去做验证。那真的Top Conference 的发表就请参考，那发表在这些 ACM、WSDM 的 Conference、AAAI 的 Conference 以及 Journal。那我们也很感谢 Industry 的 Partner 和 Sponsor， 尤其感谢玉山银行还有 KKday 的帮忙，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有落地的机会以及实证。好，谢谢大家。